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牛奶对身体有益这一说法是广为人知的。今天要介绍的书是《请停止食用面包和牛奶》。虽然很多人都认为牛奶对身体有益，尤其是对于甜甜圈和油炸面包等甜点面包，大家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对于吐司面包这样的常见面包来说，有人可能会认为没有什么不好。实际上，这种想法才是潜在的危险。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虽然很多人认为每天食用面包和牛奶对身体无害，但实际上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并且与疾病的发生或加重有密切关联。对于那些认为牛奶和小麦粉只存在于面包店或烘焙店的健康意识较高的人来说，这本书也可以进一步加深他们的认识。请务必在观看本视频时持续关注，以便更深入地了解食用面包和牛奶可能对身体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天要介绍的内容包括以下3点：第1章，为什么要停止食用牛奶和面包；第2章为停止食用牛奶和面包的理由；第3章应该食用什么替代品。这些内容都是现在非常值得了解的，请务必观看完整个视频。那么我们立即开始吧。首先，为什么要立即停止食用牛奶和面包呢？众所周知，甜点、零食、速食和添加了大量添加剂的加工食品对身体有害。我认为很多人在身体不适时都会尽量避免摄入这些食品。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人长期身体不适，慢性病得不到改善。究竟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过度摄入乳制品。这个大问题往往被忽视。当然，疾病的发生和加重并非完全由牛奶和面包造成，其中涉及的因素非常复杂。然而，很多人暂时停止摄入牛奶和面包后，症状明显改善的例子非常多。因此，在第1章中，我想解释为什么应该立即停止食用牛奶和面包。首先，让我们来谈谈面包的问题。在所有小麦制品中，面包尤其不好。我希望大家也能考虑到包括披萨、煎饼等在内。但我们重点讨论的是经常食用的吐司面包。在视频中，虽然会涵盖广泛的面包种类，但我们主要集中讨论吐司面包。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常吃吐司面包。许多人认为吐司面包和米饭一样是简单的主食，没有问题。有些人因为吐司面包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而避免食用，但是用未经精致加工的全麦面粉制作的吐司面包反而被认为对身体有益。这种情况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经历。三明治等食物被认为比米饭或饭团更轻盈、更健康，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接下来，我想要解释一下这些面包对身体的危害，可以分为2大类。这个问题也适用于面条等面食，它们同样含有小麦，也面临着因添加物和高温烘烤而产生的特定问题，这是面包所独有的。关于是停止吃面包还是停止所有小麦制品的疑问，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从健康角度考虑的话，停止所有小麦制品是最佳选择。实际上，停止吃面包和停止所有小麦制品之间的难度完全不同，对吧？如果要停止所有小麦制品，就包括了通心粉、面条、拉面、冷面、煎饼、烤饼等等，涵盖范围变得非常广泛。要求大家全部停止，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不现实。在我们之前介绍的关于小麦危害的视频评论区中，也听到了许多人认为这样做不现实的声音。我希望在小麦制品中优先停止食用对身体伤害较大的食物，即使只停止这些，也能大大减少对身体的损害。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面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问题的食用面包，实际上还有许多添加物。这些添加物会增加小麦蛋白质的含量。这些添加物单独存在时可能影响不大，但当数量增多时会相互影响，增加负面影响。相比之下，面条特别是乌冬面、冷面等添加物较少，主要是小麦本身的使用程度。另外，与食用面包相比，例如烧饼、章鱼烧等，除了配料外，几乎只含有小麦。相对于食用面包，
这些食品对身体的危害较小。当然，这些食品中含有的小麦也会有害。小麦对身体有害的主要原因是含有损害肠道的麸质。然而，用于烧饼、章鱼烧等的小麦粉是中筋粉，相比用于面包的高筋粉，其麸质含量稍低。关于这些麸质的问题，总而言之，相比其他小麦制品，面包被认为是对身体危害较大的食品。即使不停止其他小麦制品，停止食用面包约3周左右，大多数人的身体状况都会显著改善。通过体验这种变化，让人自然而然地减少其他小麦制品的摄入，进而改善身体状况的人也有很多。基于这个意义，今天我想推荐停止，特别是以食用面包为主的小麦制品，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变化。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牛奶的问题。牛奶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们错误地认为它对身体有益。对于牛奶，也有与面包和小麦制品类似的疑问：是否只停止喝牛奶，还是连同其他乳制品一起停止？除了牛奶之外，代表性的乳制品还包括酸奶、奶酪、黄油等。如果可以轻松实现，停止所有这些乳制品是最好的选择。一下子停止所有乳制品确实很困难，可能会感到困扰。因此，我想推荐的是，首先停止牛奶，因为在乳制品中，牛奶的益处最少，弊端最多。牛奶及其乳制品和面包一样，问题是复合性的，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牛奶中含有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对整个身体都有影响。我计划在第2章中详细解释这一点，在这里简单提及一下。牛奶及其乳制品中含有的酪蛋白对人体消化很困难，给身体带来负担。基本上最好尽量避免摄取这些蛋白质。谈到牛奶，我们还需要考虑质量问题。如果牛奶中添加了转基因生长激素或者其他潜在有害物质，以及牛群是否被喂食转基因谷物等问题，都是需要考虑的。相比之下，酸奶和奶酪是发酵食品，通过发酵可以部分分解蛋白质，使得消化更顺畅，这是它们的优点之一。此外，酸奶含有乳酸菌，有助于维护肠道健康，而天然制作的奶酪中也含有益生菌等有用微生物。因此，我希望大家在权衡利弊时能够明智选择是否食用这些乳制品。需要注意的是，加工奶酪是加工食品，不建议食用。请大家留意，对于黄油和酸奶，有些人可能因为食用酸奶而导致身体不适。虽然我们说酸奶含有益生菌，对健康有益，但实际上，对于肠胃较为脆弱的人来说，经常食用酸奶可能反而加重肠胃不适。区分的方法很简单，如果食用酸奶后身体感觉良好，那么可以继续食用，没有问题。但如果每天食用酸奶后肠胃不适，出现便秘或腹泻等症状，那么这些人就应该减少食用酸奶。对于那些食用后没有明显变化的人来说，酸奶只是一种口味选择，并非必不可少的食品。由于大部分黄油中支链脂肪酸含量较低，即使摄取了也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太大影响。总体来看，牛奶应该是对人体危害很大的乳制品，因此选择是否继续食用牛奶需要慎重考虑。许多人错误地认为牛奶对身体有益，并持续饮用牛奶。虽然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况，但基本上应该尽量减少乳制品的摄入，尤其是牛奶。第2章将解释为什么应该停止食用面包和牛奶。首先，我们来讨论为什么应该停止食用面包。如果你有制作面包或面条的经验，应该知道，在面粉中加入水后会产生强烈的粘性。这种粘性主要是由一种名为麦谷蛋白的蛋白质组成的。最初，小麦中还有一种名为麦谷蛋白的蛋白质，通过加水和搅拌后交叉结合，形成了麦谷蛋白。很遗憾，面包的弹性以及面条的筋道感都是由这种麦谷蛋白所产生的。为了展现面包的美味，人们常说面包应该有柔软、有嚼劲的口感，这些特点也是由麦谷蛋白所造成的。麦谷蛋白不仅有助于面包蓬松，也是美味的关键之一。
与此同时，它也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危害。正如在第1章中所述，面包的危害主要在于其含有大量的麦谷蛋白。面包在西方自古以来就广泛食用，因此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如果面包中的麦谷蛋白对身体有害，那么西方人都应该受到影响。实际上，现代小麦与古代西方人食用的小麦有很大的区别。由于人类不断进行小麦品种改良，使得小麦对肥料的反应更好，生长周期更短，可以更快的收获。这种改良也使得小麦的口感更加松软，同时还有比古代小麦更多的麦谷蛋白。换言之，现代小麦已经不再保持其原本的特征，而是逐渐变得难以消化，不利于人体酶的分解。在日本，人们喜欢口感松软、Q 弹的面包，因此过多的麦谷蛋白和添加剂被视为不良版本。当食用现代小麦制作的面包时，未消化的物质会残留在体内，并且容易进入血液循环。这些未消化物被身体视为异物，从而引发免疫系统的攻击性反应，产生对小麦过敏的抗体。目前，小麦已经成为与鸡蛋和牛奶并列的3大容易引起过敏反应的食物之一。小麦的真正可怕之处，并不仅仅是产生抗体这一点，有时对小麦产生的抗体会转化为对我们自身器官的攻击性抗体，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小麦的麦谷蛋白与人体的一些器官和内部物质的结构非常相似，这正是真正的危险之处。蛋白质由20种氨基酸组成，它们的排列顺序决定了无数种不同的蛋白质。数千个氨基酸连接在一起形成蛋白质，而小麦的蛋白质与人体的一些器官有着相似的氨基酸序列。例如，小麦的麦谷蛋白中的一种叫做谷蛋白的氨基酸序列，与我们大脑中的小脑的一部分氨基酸序列有一半的相似性。蛋白质的氨基酸组合方式多种多样，即使存在这样的相似性，也意味着它们的结构非常相似。因此，由于麦谷蛋白和器官的氨基酸序列相似性，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发生。我们的免疫系统通过识别氨基酸序列来攻击异物，以将其清除出体外。产生针对麦谷蛋白的抗体可能会错误地将我们自身的组织视为敌人，并发起攻击。除了小脑之外，具有与麦谷蛋白氨基酸序列相似性的器官还包括多种神经细胞、肝脏、大脑皮层、肾上腺、甲状腺、卵巢、胰腺、心脏、骨骼等组织器官。这些组织器官和体内物质可能成为免疫系统攻击麦谷蛋白抗体的目标，因此产生针对麦谷蛋白的抗体可能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乳糜泻是与麦谷蛋白抗体关系最为显著的疾病之一，其特征包括疲劳感、关节炎、发育障碍、精神症状等。其发病率在欧美地区高于日本，特别是在美国，乳糜泻的发病率从人口的1%增加到了4%，在过去的50年里增加了5倍。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疾病被认为与麦谷蛋白相关，包括非典型性肠病和对乳糜泻治疗反应的大肠炎等。神经系统异常也与之相关，如自主神经失调症、神经性头痛、帕金森病、多发性硬化症等。精神疾病方面包括抑郁症、躁郁症、思维障碍、焦虑障碍、自闭症、多动症、认知障碍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方面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全身性红斑狼疮、结节病等。此外，还有皮肤疾病、慢性疾病和生活方式疾病等等与麦谷蛋白有关。这些与麦谷蛋白相关的疾病在日本尚未得到广泛认知，但在海外已有许多研究论文发表。尽管如此，日本对于与麦谷蛋白相关的疾病仍然缺乏系统的研究和统计数据。然而，随着原因不明疾病的增加，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些疾病与麦谷蛋白之间的关联。上面讨论的是不应该食用面包的原因。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为什么不应该喝牛奶。牛奶一直被传达为对身体有益的东西，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被认为是有益身体的。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如果牛奶对身体有害，那么它不会被传承这么久，就像小麦一样，会产生这种疑问。确实，过去牛奶也曾被当作一种优雅的药物来使用，但那是指生牛奶和煮沸的牛奶，也就是说，人们当时直接饮用未经加热处理的生牛奶，并将其视为一种药物。牛奶中包含的成分稍后会详细解释，原本在人体中难以消化。然而，生牛奶中含有可以帮助分解这些成分的酵素。生牛奶中富含许多营养物质和益生菌等有益菌。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大规模生产的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卫生原因，牛奶开始被加热处理，主要方式是超高温灭菌，温度通常在120度到130度之间，加热时间为3秒左右。还有其他加热方式，如75度加热15秒的常温巴氏杀菌和62度到65度加热30分钟的低温巴氏杀菌。但无论温度多低，也要保证在62度以上。蛋白质构成的酶受热条件影响，一般在60摄氏度左右以上的加热会使其活性丧失。丧失活性的不仅仅是酶活性，加热还能杀灭有害菌，防止食物中毒，但同时也会导致原本存在的益生菌死亡。加热会使蛋白质发生变性，影响其消化和吸收。另外，许多维生素和矿物质也会因此而破坏。商业牛奶为了增加口感和美观，经常进行均质化处理。这种处理是通过机械加压或高速搅拌使脂肪球均匀，以防止脂肪分离。这种处理会导致氧化加剧，产生人体难以消化的反式脂肪酸。现今许多奶牛被喂食基因改造作物或非天然饲料，而非它们原本的食物，并且接受着激素等药物的投入。由于生活在拥挤的环境中且缺乏运动，导致它们容易生病，因此它们也会接受抗生素等药物的投入。这些成分也会存在于牛奶中。就像人类一样，母乳被称为白色的血液，因为它反映了血液状态的成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生产和流通方面的考虑，原本对身体有益的生牛奶变得不健康。因此，现在的牛奶在许多方面都成为危险食品。接下来，我们详细解释一下牛奶中约占80%的乳清蛋白，即酪蛋白。酪蛋白是去除牛奶中水分后的主要成分之一，它主要由3种蛋白质组成 ：alpha 酪蛋白、beta 酪蛋白和 kappa 酪蛋白。虽然牛奶中含有这3种蛋白的混合物，但主要含量是 alpha 酪蛋白。不同种类的酪蛋白需要不同的酶来消化。牛奶中主要含有 alpha 酪蛋白，但人类能消化的是 beta 酪蛋白。母乳主要含有 kappa 酪蛋白。正如之前提到的，如果是生牛奶，可以一同摄取分解 alpha 酪蛋白的酶，因此不会有问题。现今的牛奶经过加热处理后，其中的酶已失去活性，因此人类无法消化牛奶中丰富的 alpha 酪蛋白。如果这些未消化的物质在肠道内积聚，可能会引发肠道发炎并导致疾病。无法消化的 alpha 酪蛋白容易成为过敏源，可能导致延迟型过敏反应。牛奶中的 alpha 酪蛋白还可能引发中耳炎、头痛、慢性关节炎和全身性炎症等问题。另外，当与胃酸反应时，可能生成一种物质，是指牛奶中的蛋白质在酸性物质作用下凝结形成的物质。比如，当牛奶与柠檬汁等酸性物质混合时，就会形成类似酸奶的凝块。这种现象在胃中会更加明显，称为凝块。凝块与胃酸反应后形成粘性较强的蛋白质，会阻碍许多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吸收，尤其是阻碍铁的吸收。在日本，特别是年轻女性中，铁不足很常见。铁是一种希望能够高效摄入的营养素，乳制品中的成分会阻碍铁的吸收，因此常饮牛奶的人群，其摄入的乳清蛋白会像小麦中的麸质一样带来各种不良影响。可以说，应该避免牛奶的摄入。在第3章中，我们将讨论应该选择哪些食物，以及有哪些食物可以替代。
这取决于疾病的严重程度、改善的期望以及生活条件等因素。总之，我建议首先尝试停止摄入面包和牛奶3周时间。选择这个时间段有其原因，因为这段时间内体内生成的与面包和牛奶相关的抗体通常会逐渐消失。对于严重的过敏反应情况，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首先从3周开始是比较合适的做法。将时间限定在3周这么短的期间内，有助于保持动力，并且更容易验证效果。对于没有严重反应的人来说，甚至不需要等到3周，就能看到各种效果。有些人甚至在1周内就能感受到身体状态的变化。过分强调1周内就能看到效果这一点可能会导致失望，因为并非所有情况都会如此。首先尝试停止吃面包和牛奶3周是个不错的主意，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在这段时间内会意识到效果，除非存在严重的过敏反应，例如消除腹胀感、减轻白天的嗜睡感、头脑更为清晰、心情更加稳定、不易疲劳等等，并非具体症状，但通常会改善平时感到不适的问题。此后继续保持这种饮食习惯，会进一步改善各种症状和疾病。然而，尽管只有3周，实际的效果取决于之前面包和牛奶的摄入量和方式。许多人可能会觉得这3周相当困难，因为过去习惯每天食用面包和牛奶，导致葡聚糖和阿尔法酪蛋白无法完全消化，可能产生类似于鸦片样物质的作用，引起中毒的可能性较高。冷静思考的话，不食用面包和牛奶并不会造成任何困扰，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美味的食物可供选择。因此，改变饮食习惯并不会对生活造成实质性的不便，反而有益于健康，并且还有更多美味的食物可以品尝。由于这些物质的毒性影响，尽管我们希望戒除，但对牛奶的渴望却很难抑制。从中毒症状来看，大多数人大约在3周左右就可以逐渐减轻这种状况。尽管在初始阶段可能会有些困难，但只要坚持3周不食用日常必需的面包和牛奶，你就会逐渐感到渴望减轻。对于那些在最初3周因渴望而摄入乳制品或小麦制品的人来说，停止会更加困难。为了摆脱中毒症状，我建议在最初的3周内尽量完全避免，尽管这可能有些挑战。通过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对面包和牛奶的渴望会逐渐降低，生活也会变得更轻松。虽然完全戒除最好，但即使做不到，也不要放弃。尽量减少摄入量也是有效的，只要降低摄入量，也会看到效果。如果不慎摄入了，也可以重新开始这个过程。让我们不要着急，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那么，停止食用面包和牛奶后，应该选择哪些食物呢？很多人在这时会考虑是否有类似的替代品，比如可以使用米粉来制作面包，代替小麦制品。最近，即使是世界知名的网球选手诺瓦克·德科维奇也在实践不含麸质的饮食，这让米粉备受关注。市面上有出售用于制作煎饼、松饼等的米粉产品，很多人可能已经见过了。当然，对于无法忍受停止食用面包的人来说，这种替代品非常方便。不应该认为只要是米粉面包就可以随意食用，这需要谨慎考虑。尽管米粉面包不含小麦中的有害物质麸质，但对血糖水平的影响与小麦制品相似。小麦含有较多淀粉成分，特别是一种变体称为支链淀粉，会快速提高血糖水平，这与其他谷物相比较高。因此，食物摄入后血糖水平会迅速上升，导致胰岛素分泌增加。胰岛素的作用会使血糖水平降低，但这时需要恰好降低至适当水平。过量的胰岛素分泌可能导致血糖过低，引发低血糖的情况并不少见。这种情况称为反应性低血糖。事实上，大米也含有大量的支链淀粉。有研究观察了各种谷物制作的松饼对血糖水平的影响变化，发现与小麦粉制作的松饼相比，使用大米粉制作的松饼以及其他谷物制作的松饼在血糖水平的上升速度方面有显著差异。
虽然不含麸质是大米粉松饼的优点，但仍存在血糖上升的缺点。因此，对于那些对甜食有强烈欲望、肥胖并希望减重的人来说，即使是大米粉制作的食物，也最好避免食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全谷物制成的面包和意大利面。全谷物包括发芽的种子，如糙米等。白米去除了种子的胚芽部分，因此不含有毒性物质或阻碍消化的酶。这些物质通常被种子保护，以免受到外界侵害。在加工白米时，需要确保对米粒进行适当的烘烤或浸泡后研磨，以避免保留骨皮。现在有许多便捷的烹饪工具可用于简便的烹饪糙米，但可能无法完全去除残留的毒素。食品的产地也非常重要。此外，虽然糙米面包通常被视为健康食品，但为了增加口感，往往含有许多添加物。如果使用替代品，请考虑这些因素进行选择。然而，在最初的3周内，最好尽量避免使用替代品。即使是米粉制品，也应尽量避免食用面包。近年来，无麸质和无咖啡因等术语逐渐流行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对小麦制品和乳制品持有怀疑态度。有些人一边为此感到困扰，一边坚信喝牛奶有益身体，因此努力坚持饮用牛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面包对身体无害。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或许会开始怀疑这是否是问题所在，于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面包和牛奶。总体来说，最近表观遗传学这个词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简单来说，它指的是基因在环境中的表达会有所不同。在单基因因素中，饮食尤为重要，其中包括面包和牛奶。通过这段视频，您了解到停止食用面包和牛奶对从根本上治愈身体是有帮助的事实。可能有很多人正在考虑停止或减少面包和牛奶的摄入量。本书除了介绍了今天提到的内容外，还详细记录了停止面包和牛奶后身体变化等实例报告。对于打算从今天开始停止食用面包和牛奶的人们，非常感谢您长时间的聆听。祝愿您在健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